我和苏清婉定亲那天，他的白月光自杀了。为了报复我，他将我送进了精神病院。3年后，我逃了出来。我怕他，恨他，唯独不会再爱他。最后，我脑癌晚期，他却跪在我面前，哭着求我治疗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从精神病院逃出来这天，下着漫天的鹅毛大雪，我穿着统一的病服，蓝白条纹，像是坐牢的牢服，脚上还穿着已经破烂的拖鞋，抱着双臂，冻得瑟瑟发抖。我抱着期待的心跑回了家，这么久没回去，只怕我的父母都要急死了。我先是跑，后来脚太冷，只能慢悠悠地走。如果不是半路上遇到了好心人带我一程，只怕我会被活活冻死。到家的时候，一丝灯光也无，我心中慢慢涌现出一丝不安，但安慰自己，已是深夜，父母和弟弟应该都已经入睡。可是我连着敲了许久的门，都没有人。我终于慌了，开始用沙哑的声音呐喊：爸妈，我是裴安，我回来了。想到最后一次我和他们的见面还是在吵架，我不由得心中涌现一丝愧疚。是了，最后是父母劝我不要娶苏清婉，她从来都不喜欢你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更别说她是千金大小姐。裴安，不是父母不同意你，是怕你被他玩弄感情。我怎么会信？我和他们大吵了一架就走了，还扬言以后我不是你们的儿子。难道是爸妈生气了？刚想着，旁边的门打开了，是林姨。她揉着惺忪的睡眼，在看见我的那一瞬，眼里涌现出泪花。裴安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父母还有你弟弟都……见他欲言又止的模样，我大脑像是被敲击一般的疼痛，逐渐失去理智，眼前一黑，便晕了过去。再醒来，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面前，是她，是苏清婉，是梦里脑子里时时刻刻都摆脱不了的她，还是一样的好看，甚至更胜从前。波浪大卷，魅惑双眼，还有那让我曾经爱得要死要活的眼角下的泪痣。可是我却吓得立刻缩在了床边，紧紧闭上眼，不敢看他这张我爱的命都不要的脸，如今却让我害怕至极。呵，怎么看见我还不高兴？他声音沙哑，平添蛊惑，言语之间很是轻蔑。也是从前的我，想他的时候，从学校里翻墙出去都要找他，大半夜走10公里只为了见他一面，漫天大雨也无所畏惧。他一开门，我就死死地抱住了。我好想你，立刻就想见到你。我从前爱他，爱到疯魔，所以他现在以为我出来也是为了见他。怎么不说话？为什么要逃出来？我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说：我太想，许久不说话了，我的嗓子难听得很。想我是吧？3年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？他的语气里还是一往的嘲弄，眉宇之间不用看，我都知道是紧皱着。我连忙摇头，不是，我是太想父母还有弟弟了。我抬起头，满脸是泪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他们在哪？苏清婉怔住了，神情有些不自然。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，休息好了，我再送你回去。回去，那个地狱一般的地方，有许多每天晚上都会偷偷摸摸爬上我的床上猥亵侵犯我的男人，一个动不动就将热汤泼我一脸骂我渣男的精神病，还有一群时不时就要把我拉进去暴打一顿的人，数都数不过来。脑海中的恐怖回忆瞬间把我淹没，我尖叫着：不要，我不要回去，我不要！说着说着，我就退到了窗户边，双目祈求地看着苏清婉：求你不要把我送回去，我求求你了。苏清婉有些嫌恶地望着我：瞧你现在这样，
没有半点乖巧懂事的模样。乖巧懂事，我从前也是乖巧的，可是得到了什么？他让我往西，我绝不往东。他半夜去照顾白月光顾真，我一句话都没说，可是委曲求全，以为终于可以和他订婚。最后顾真自杀了，受伤的却是我。扑通一下，我跪在了他的面前，求你了，苏清婉，别把我送回去。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和顾真的世界里，打扰你们。他挑眉看着我，似乎在思考我说话的真实性。可是我没必要撒谎，我现在是真的不爱他了。我有的是惧怕，是怨恨，唯独不会再有爱。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听到我这么说，苏清婉似乎有些不悦，她挥了挥手：3年了，你也应该知错了。要不是你的挑衅，顾真她也不会抑郁自杀，只待了3年，便宜你了。我连连应声，已经懒得辩驳。当时我与他的订婚宴上，苏清婉3心2意，最后在接到顾真诀别的电话后，他崩溃的当场离开。走之前还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，愤怒地质问我：你到底和他说了什么？要不是看在我们有几年的情谊，你以为轮得到你，还真以为自己是我丈夫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是顾真有什么3长2短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可是我什么都没做。后来顾真割腕自杀被救起，苏清婉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了我的挑衅短信截图，拿着截图不由分手就要将我送进精神病院。就算我说了100遍我没有做，他还是那副厌恶至极的神情看着我。没把你送进监狱，已经是我对你的恩惠了。眼神像是刀子，一下又一下剜着我的心。明明从前他是喜欢我的，在没有遇到顾真之前，明明之前他是恨自己的父亲出轨，害死了自己的母亲，更恨父亲对那个小3的孩子那么好。可是看见他的第一眼，苏清婉和我说：我好喜欢他。裴安，你知道心动的感觉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我看见他的每一眼都让我怦然心动。这句话足以让我死心，可是我怎么放手？我们也拥有过美好的从前和笃定的誓言，更别说顾真是他名义上的哥哥，他们本身就不可能在一起。所以顾真自己不能娶她，就也不让苏清婉嫁我。在此之前，苏清婉还拎着我的衣领拖到了顾真的病床前，让我跪在他面前道歉谢罪。我拒不答应，我是爱他，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也有自己的尊严，这激怒了他。顾真趁着苏清婉离开给他买粥的时候神色傲慢，他爱的人只有我，就算我娶不了他，你也不能。他的心里永远都只有我一个。我随便一勾手指，他就会像狗一样的跑过来，而你只不过是可悲的替代品。你真是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气愤至极，更是替苏清婉的真心觉得不值得。当小3很光荣，你还真是和你母亲一个样，一个勾走了苏清婉他爸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一个又对自己的妹妹心怀不轨，乐于当第3者。他目露凶光望着我，却又突然换了一副面孔，掩面抽泣。我知道裴安你不喜欢我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这就去死，再也不碍着你的眼。我厌烦了他这副绿茶模样，比我见过的女人都要会装。那你去死吧，这次记得划深点。我知道他不愿意死，这次也不过是演戏装样子罢了。他怎么舍得眼前的荣华富贵呢？却在转身后对上了一双阴鸷的眼，是买粥回来的苏清婉。他将粥泼了我一脸，滚烫的粥把我的皮肤烫出了水泡，他却毫不在意。你真是恶毒的，让我恶心。看来之前是对你太过纵容了，你这样的人就活该被送进精神病院。是啊，我被送了进去。这3年不仅治好了我的恋爱脑，
还让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失眠症。现在只要想到苏清婉，见到她，和她接触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抖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昏过去。苏清婉去公司了，我连忙找到电话给我的父母打过去，可是等待我的只有无人接听的提示。我父母究竟怎么了？为什么邻居林姨哭了？苏清婉也欲言又止。我又给我的好兄弟打了电话，喂，哪位？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简直感动得想哭。当初我被苏清婉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，身上的手机被收走，而那个地方我逃了无数次，每次都被抓了回去，然后被打更重剂量的药，昏昏沉沉许久，才逐渐清醒。曾经我也幻想苏清婉会来看我，把我接出去，只要她能够把我接出去，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，当她的狗，或者彻底消失在她的面前。我已经被折磨得彻底失去了人格，可是我等啊等啊，最后再也不等了。我的鼻子一酸，一下子泪就涌出了眼眶。好兄弟林阳是我除了父母最想念的人，是我林阳，是我裴安。天哪，裴安，你终于出现了！这3年你去哪了？你不知道伯父伯母找你都找得快疯了。后来他们找上了苏清婉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他们回来以后就神情恍惚，没多久出了事故，你一家3口，伯父伯母还有你弟弟，全部都死在了那场车祸里。什么？说到最后，林阳已经哽咽到无法出声，如晴天霹雳。虽然早有预感，可是真的消息传来，我还是无法接受。见我久久不语，林阳焦急地叫着我的名字，裴安，你别吓唬我，你在哪？你究竟出了什么事？心痛得难以呼吸。此时此刻，我却流不出一滴泪。我抬起手，机械地扇自己的脸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肿得很高，直到已经麻木。都怪我，我父母和弟弟都是我害死的。我机械地说着，无边的悔恨像是潮水一般把我淹没，但是却再也换不回我的父母了。该死的人明明是我，可是为什么报应却来到了我的亲人身上？林阳说正在外地出差，让我在苏清婉家先忍一晚，明天就来接我。我答应了，抱着手臂从白天坐到了深夜，滴水不进，也没有任何感觉。苏清婉回来时，突然打开的灯刺得我双目生疼。怎么还不休息？再等我？他问我，神色难得的缱绻。苏清婉后来对我的态度一直都不算好，甚至越来越差，只有偶尔情欲涌动的时候才会给我一些好脸色。我一向是他要什么我就给什么，就连他情绪不好时拿我出气都无所谓。而我们偶尔的同床，他也从来不肯正对我。我以为他是累了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只是单纯的不想看我的脸。他半夜起身给顾真打电话，安慰吃醋的他。你知道，我是把他当做你的，和他做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正眼瞧过他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如坠冰窖，但我仍然相信人的心都是肉做的。地久天长，他总能念及我的好，忆起从前，重新爱上我。不过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苏清婉凑了过来，气息喷涌在我的脸上，声音附在我的耳边，低低的，让我浑身发麻。喝了点酒，他低下头就想吻我，却被我迅速躲开。他脸上有一闪而过的不悦，骨节分明的指节捏住我的下颌，逼迫我面对他。欲擒故纵是吧？之前你不是求着我和你接吻吗？我再也听不下去，胃里翻腾着，我推开他就开始干呕。他扫兴地走开，装什么装？之前费尽心思勾引我爬上你的床，现在又拒绝我。我笑了笑，是啊，可是你不是和我的时候，脑海中想的一直都是顾真的脸吗？闻言，他脸色一变，
先是急急的解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裴安，然后又觉得说错了，冷着脸，你偷听我打电话。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转移话题，我父母当年来找你，你和他们说了什么，导致他们精神恍惚出了车祸。我目光灼灼盯着他，他转过头，不自然地说，就是说你生病了，去医院治病了，是吗？如果只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许他们来探望我？更何况你明知道我没有病。苏清婉，我爱了你10年，从高一你的新生发言开始，这10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心知肚明。如果你烦我，我可以不再纠缠你，但是你为什么要害死我的父母和我弟弟？他还那么小，要是恨我，你尽管报复我，你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手？我哭着他喊出这句话，精神已经几近崩溃。我没有害死他们，那是一场意外。我知道你伤心，但是这不是你对我发疯的理由。你好好待着，冷静一下吧。今天我去睡客房。苏清婉冷着脸扔下这几句话，什么意思？明天他还要找我睡？我冷笑一声。苏清婉，3年了，你那么爱顾真，为什么还嫁给他？你不会还在等我吧？还是说，其实你对我也有点喜欢？苏清婉怔了片刻，迅速冷笑着否认，喜欢你？怎么可能？你别做梦了，只是你没那么缠人，对你的厌恶少了几分罢了。倒是你爱了我那么久，只怕戒掉我没那么容易吧？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回答。确实不容易，堪比剥皮拆骨。见状，他神色有几分得意，笃定我还爱他，对我的乖巧懂事有几分满意。他点了点头，伸出一只大手，像是奖励一般摸了摸我的头发，像是摸一条召之即来的狗。你早这么懂事，我也不会把你送去精神病院了。要是你能有自知之明，别再去找顾真的麻烦，我可以考虑一直把你留在身边，犹如施恩。对从前的我来说，留在他身边就是最大的梦想，可是现在却是最恐怖的诅咒。好兄弟林阳将我从苏清婉家接出来的时候，我蓬头垢面，一夜没睡，眼下的乌青把他吓了一大跳。我已经很少能睡着了，在精神病院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发呆，整夜的头疼让我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。不过已经习惯了。他抱着我，有些沉默。我知道他是心疼我。你怎么成这样了，裴安？那个苏清婉她怎么能这么对你？我摇了摇头，不想提起他，强撑着笑脸。你知道我爸妈和弟弟葬在哪里了吗？林阳开车带我去了爸妈的墓地，一路上一直安慰我。可是我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太爱苏清婉，爱到失去理智，被他关了起来，无法联络到外界，我父母又怎么会因为担心我出事？所以这一切都怪我。头又疯狂地疼了起来。你报警了吗，裴安？苏清婉这样是囚禁你呀。我扯出一丝苦笑，没有用的，不是没想过。可是裴家有钱有势，从前听说有个男生因为给苏清婉送了情书，又缠着他，被顾真叫人打了个半死。他父母也报警了，最后不还是不了了之了。对于他来说，我就像是一个可以捏死的蚂蚁一样。如今我只想离开苏清婉远远的，余生守着父母和弟弟的陵墓忏悔。林阳没有再说什么，眼神怨恨。那个苏清婉真是没良心，当初他无数次伤心的时候，不都是你陪在他身边吗？他的母亲因为顾真的妈自杀的时候，他也恨得牙根痒痒。但是没想到后来他居然爱上了害死亲妈的仇人的儿子，真是贱！在他一次次崩溃的时候，都是你陪在他身边的，可是他又为你做了什么呢？他贱，可是从前的我更贱，贱在以为一心一意就可以换回真心，
现在后来，明知道他爱的人不是我，还守着回忆，苦苦纠缠了7年。你父母死了这么久，他都没有来过一次，问候一次，简直是个畜生。不，你说错了，林阳。我打断他。林阳有些生气，别告诉我，你现在还喜欢他？他把你害得这么惨，人不是人，鬼不是鬼的，家庭也支离破碎。要不是他，你早都事业顺遂。是啊，这3年毁了我一生，别提事业。我现在连一副完整的方案都想不完就头疼不已。我已经废了，精神病院给我喂的药破坏了我的能力，也给我留下了长期偏头痛。我再也不可能完成自己的理想了。不，我怎么可能还喜欢他？我恨他都来不及。林阳闻言后握住了我的手。你终于清醒了，还来得及。以后我罩着你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我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。眼泪打湿了我的脸颊。谢谢你，林阳。可是我的家再也没有了。我那年仅10岁的弟弟永远都不会依偎在我的怀里，甜甜的叫我一声哥哥了。在父母和弟弟墓前，我长跪了1个小时，最后在林阳的强迫下，我才离开。他看着我惨白的脸，黑着脸拉着我走。伯父伯母看见你这样，能安心吗？难道你要他们魂魄不安？我没有。是了，我要珍惜这条命，不然我爸妈还有弟弟会心疼的。他们爱我，爱到不忍心责怪我1分1毫。是我不懂事，是我恋爱脑，该死的是我。可是就算我放弃苏清婉，他们也不会再回来了。我在林阳家待了几天，林阳给我买了新手机。拿到手机后，我熟悉了许久，已经整整3年没有用过手机了。一时之间，我竟然跟不上现在手机的款式，很多功能还是在林阳的教导下我才会。林阳戏称，现在你可和我爸妈一个水平了，早知道给你买老年机。我笑了笑，又想起家里弟弟养的那条宠物狗，心中一酸。糖豆还在吗？林阳摸了摸我的头。你放心，糖豆我已经交给了一家很负责的人，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看他一次。你知道，我常年出差，实在养不了他。对不起。我感激地握住他的手。别道歉，林阳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。带我去看看糖豆吧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带他回去。如果那家人还愿意的话。再次见到糖豆的时候，短短3年不见，他好像是老了许多。糖豆，我尝试地叫了他一声。过了许久，他才反应过来，猛地转身，冲着我疯狂地摇着尾巴，激动地冲上来扑倒我。糖豆真是一条好狗，如果你想带走它，我们同意。在这里，它每天趴在门边，神情也恹恹的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似乎是在等它的主人来接自己。泪不由自主地落下，糖豆的舌头将我眼角的泪舔了干净。糖豆，你也在想弟弟、妈妈、爸爸对吗？我也是，我也好想他们。糖豆像是听懂了，猛地叫了2声，像是在应和我。它是一条懂事的乖狗狗，是我弟弟在路边捡来的一条中华田园犬，虽然不名贵，却是他的心头宝。如今弟弟不在了，我只有糖豆一个亲人了。我将糖豆带回了家，林阳百般挽留，可是我知道他也有自己的家庭。为了我，他已经将自己的老婆送去了丈母娘家好几天了，所以我还是笑着拒绝了。我不能再继续让他因为我的事情操心了。可是抱着糖豆到家门口的那瞬间，居然看见了一个老熟人，是顾真。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气质成熟而稳重，看起来倒是衣冠楚楚。也是，他现在接手了苏家的生意，也算半个老板了，是和从前不一样了。看着倒是和苏清婉十分相配。我走上前，冷着声音：“请你让开，这是我家。”他却不识相地逗弄着我怀中的糖豆。哟，
这个小畜生还活着呢。我皱眉，嘴巴放干净点。糖豆是我的家人，不是所谓的畜生。比起狗狗，有些人倒是更像畜生。你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，一向和人亲近的糖豆反常地对着他的手指就咬了一口。顾真吃痛，猛地用力推了我，力道很大，我失去重心，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而怀里的糖豆见状，对着他猛叫。我被摔懵了，太阳穴一阵一阵的发胀，眼前发黑，我看不见，只能一声声地唤着糖豆。糖豆，你在哪？楼道间传来他凄厉的惨叫声，我更加心急。糖豆，你没事吧？快过来！糖豆，换作平时他早就跑到我身边了，可是现在他却迟迟不来，而我的耳边还有顾真的叫骂声。畜生果然是畜生，还敢咬我！我送你去见你主人！我摇晃着脑袋，跌跌撞撞扶着楼梯爬了起来，眼前逐渐恢复了光亮。我立刻看向糖豆的位置，却只见糖豆躺在了一片血泊中，正在无力地朝着我呜咽着，而顾真手中则拿着一把刀，那上面还沾着糖豆的血，血液冲到了我的天灵盖。我猛地冲上去夺他的刀，可是我在精神病院待久了，营养不良，人瘦了几十斤，力气也小，头又发晕，很快就被他推倒在地。你这个畜生，杀了我的糖豆，我要杀了你！我怒吼着，即便被他打倒10次，我都要杀了他。看着我嫣红的双眼，第一次，我在顾真的眼中看到了害怕。你疯了，你真的疯了！不过就是一条狗，一个畜生，你发疯了！你果然有精神病，就应该再被送回去。我听到这句话，心中的怒火更甚。要不是他做戏，我又怎么会被送进精神病院？父母弟弟又怎么会死？糖豆如今就这样活生生的被他捅死在我面前！啊！脑海中的一根弦已经快崩裂开。很可惜，在我用尽全力要将刀插进他身体里的时候，一只手握住里刀刃，血顺着那只手滴了下来。我缓缓抬头，是苏清婉，她的眼里全是震惊。顾真一看苏清婉过来，就变了一副面孔。妹妹，你总算来了，我差点就被他杀了。这个男人真的疯了，你还是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吧。不然他肯定还会来找我的。苏清婉意外的没有理会，只是死死地盯着我，眼里有我读不懂的情绪。闹够了吗？发泄够了吗？裴安语气中有种意外的宠溺。呵呵，闹？苏清婉，你觉得我在闹？我不顾他的手伤，死死地把匕首往里插。我冷笑着，苏清婉，我父母弟弟全死了。现在我唯一的亲人糖豆也被你的心上人给杀了，你还觉得我在胡闹吗？苏清婉瞥了一眼躺在地上已经咽气的糖豆，皱了皱眉，看向了顾真。顾真急急地将被咬伤的手指伸到了苏清婉的面前，语气有些委屈：妹妹，那个畜生先咬的我，不杀了他，只怕我要被他咬死了。苏清婉闻言，轻飘飘地对着我说：裴安，我知道你情绪不好，但是它只是一条狗，还咬人，这样的狗死就死了，我再给你买更贵的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心痛让我一下子脱力，匕首被苏清婉握在了手中，我仰头大笑，笑得眼泪流了出来。我指着他，浑身颤抖：苏清婉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一条狗，不名贵，但最舔你，所以你才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地伤害我。我对你的感情，对你毫无保留的爱，在你眼里就这么轻贱吗？闻言，他的眉头皱得更紧，语气说不出的疲惫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你也别太过敏感了，再给你买一条就是了。我告诉你，苏清婉，我这辈子不会再养狗了。就算你给我买10万一条的狗，我也不会多看一眼。今天你不让我杀它，
有本事你就永远都看着我，把我锁起来，不然我迟早有一天也要杀了他。我咬牙切齿，对着他怒吼。顾真紧紧地抱着苏清婉，脸上流露出恐惧的神色，但看我的眼神却阴狠得可怕。妹妹，你听见他说的了吧？还是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吧。我瞪着他们两个人，但苏清婉却破天荒没有答应他的要求。从前他说什么，苏清婉都是应的，可是如今苏清婉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许久后，他叹了口气，好好安葬糖豆吧，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不要交代，我要的是他的命。顾真不甘心地跟着苏清婉走了，走之前他的口吻还在说，走着瞧。裴安，是啊，走着瞧。如今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回到家以后，我小心翼翼地处理好糖豆的尸体，泪水止不住地掉。对不起糖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早知道我就不把你接回来了，这样是不是你就不会有事？哭着哭着，我脑海中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断裂里，我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脸上一片如湿，我一摸，是血，鼻子里流出的血，怎么样都止不住。人的身体里怎么能流出那么多血呢？我强撑着处理好糖豆的事情，将它埋在了父母和弟弟的墓地旁边。他们终于团聚了，也许我很快也可以和他们相见。我热烈地期盼着去医院检查，不曾想却碰到了苏清婉和顾真。他看见我的瞬间，那拉着顾真的手瞬间收了回去。我冷笑着路过，顾真躲在苏清婉的身后，生怕我冲过去捅死他一样。我还以为他有多牛逼，没想到也这么怕死啊！只可惜我身上没带刀。我路过时，手臂被苏清婉拉住。我知道糖豆的事情你很生气，但是也没必要因为这个就时时刻刻跟踪顾真，一条狗而已，真恶心。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再多说一句我都嫌恶心。头也没回，我离开了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脑癌晚期。我神色平静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，他神色惋惜，最多半年，治疗的话可能可以多存活一段时间，但是也不超过1年。我笑了笑，足够了，谢谢医生。我还以为只有1个月、半年，足够了。将死之人，我已经没有挂碍，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报仇。我离开了家，这几日苏清婉日日都来。有一天，我是撞见她怀里抱着一只极其可爱的边牧，她在我家门口站了许久。裴安，我又来了，你不是一直说和我结婚后要养一只狗狗吗？你最喜欢牧羊犬，这只边牧这么可爱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他说的没错，从前我的理想就是娶她，再生2个孩子，1男1女，养一只边牧。我无数次在他的耳边念叨着，最后他烦了，有完没完，颠来倒去的说你烦不烦？我以后根本不想要孩子，养什么蠢狗，烦死了。我就再也不敢说了，想着能陪在他身边就足够了。听他这么说，换作从前，我只怕要开心的蹦起来。可是3年，我们之间隔着太多。苏清婉，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感情。我跟着他下了楼，又顺着他的行踪摸到了顾真。他正在给一个人打电话，鬼鬼祟祟，神色紧张。我靠得近些，听见他在说，再帮我做一件事，我就再给你100万，你出国再也别回来。之前让你在他们家的车辆上的刹车动手脚，这件事干得很漂亮。现在裴安又出来了，和我抢苏清婉。苏清婉看得很紧，我不好下手，还是你去杀了他，保我一世的荣华富贵。还有你的。心中的怒火不断地燃烧。父母之事，我一直以为是意外，没想到，居然是他。我死死地握住手中的匕首，刚想走出去，
他就上了车，失去了机会。我悔恨不及，他该死，他真的该死！你在干什么？声音突然从我背后响起，我浑身发寒。苏清婉冲过来，从我的背后抱住我，声音紧张：“裴安，你别再发疯了，不过是一条狗，我再给你买。这么多天我一直去你家找你，你为什么要躲我？顾真是错了，以后我会管着她的。你不是想娶我吗？下个月我们就成婚，以后我会好好对你，弥补一切。”我转身猛地甩了他一巴掌。他杀了我父母和弟弟，现在还要杀我。如果你还要阻止我，那我连你一块杀！我冲他喊出来，连同那些年的怨气，曾经我爱你爱的盲目，因为回忆我总以为可以守得你回头。你不爱我，我不怪你。就算你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，害我再也无法专心，每天要靠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，甚至患了抑郁症，我也不曾要报仇。可是你不该纵容他害死我全家，甚至连我的狗都不放过。在他逐渐惨白的脸色中，我笑了笑，却比哭是难看。如今你以为我还在乎你的爱吗？我还想娶你吗？我只想用余生替我的父母和弟弟，还有糖豆报仇。苏清婉，但凡你有心，你就该帮我杀了他。难道你忘了你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吗？还有那条短信的截图，你真以为是我发的吗？以我对顾真的了解，很早以前我就调查过他，凭借英俊的面容骗了许多无知少女，还有一个人为了他跳楼，而他也只是玩弄对方的感情罢了，又背靠校霸欺负霸凌其他人。他有一个因为故意伤害入狱的父亲，而他的母亲则是专业小三。我根本不相信他是真的爱苏清婉，不过是男人的占有欲在作祟。他想拿下自己的妹妹，一是为了权力财富，二是为了炫耀。只有苏清婉的父亲这个冤大头真的相信了，抛弃原配，害得苏清婉的母亲自杀。当初他恨得牙根痒痒，抑郁自杀的时候，在遇到顾真后，居然很快就又忘了。呵呵。苏清婉突然紧紧地握住我的肩膀，语气紧张：“裴安，你怎么流血了？真不妙。现在流血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”我想努力挣脱他的怀抱，只可惜实在没什么力气。最后，我还是头疼难耐，晕了过去。我睡了很久。在梦里，父母弟弟还像往常一样在家里，母亲在厨房做我爱吃的饭，父亲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问我以后想做什么，弟弟是央求我把手机给他玩一会就一会。糖豆趴在弟弟的脚边，摇着尾巴舔他的掌心，真幸福啊！可是耳边却逐渐响起里一声声焦急的呼唤。真烦！我堵住耳朵，根本不想听。他像是不知疲倦，一遍又一遍。他说：“裴安，我是爱你的。从前你那样陪在我身边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都是你。我的生命里本该只有你的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顾真出现里以后，慢慢的我的心里就总是想着他。我以为那是爱，可是我现在才明白，你要是活不了，我也痛苦的想死。你说为什么呀，裴安？18岁那年，高考毕业，你向我表白时候，我明明答应你要嫁给你做最幸福的人，可是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呢？”他哭得很伤心，我却只觉得聒噪。而眼前的父母弟弟也离我越来越远，无论我怎么哭求，他们都笑着往前方走去，我怎么追都追不上。最后我还是睁开了眼睛，而苏清婉惊喜地握住了我的手，急忙喊一声：“裴安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！”我虚弱地抽出身，转过脸：“裴安，答应我，好好医治，我带你去国外，请最好的脑科医生给你医治，你肯定会好的。我相信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
说着说着，他语气越来越不确定。我望着他，平静无波。我不治，声音笃定。他闻言，哭着跪在我面前。我求你，裴安，只要你医治，让我做什么都好。真的吗？那我要顾真的命。可是提及顾真，苏清婉还是犹豫了。我冷笑着望着他，绝望至极。无论你帮不帮我，我都要杀了他。你该庆幸，我现在是不想杀你，因为过去美好的回忆太多，我无法下手。杀一个人很容易的，就算我做不到，我倾尽钱财，卖房卖车，总有人可以做到。苏清婉最后答应我，我帮你，只要你治疗，我帮你杀了他。我闭上了眼睛，其实有没有苏清婉，他都要死。不过我只是不想他阻挠我，那样的话，计划实施就太难了。我不仅要杀了顾真，我还要杀了他那个杀人犯的父亲。只要苏清婉在我身边1日，他就不会动手。我让苏清婉借口出差，离得远远的。果然没多久，他就开始急了。深夜我假寐了几分钟，房间里就多了一个口戴面罩的人。不过那眼神我却很熟悉，是顾真。你终于来了，怎么，我都得了脑癌，你还不放心？现在就要我的性命？我笑着开口，见他不语，我接着说，也是，你确实该急。苏清婉现在好像更爱我，她不眠不休地守着我，要给我找最好的医生。要是我不死，你说你还能死死地拿住他的心吗？苏清婉是苏氏企业唯一的继承人，当然也是顾真死都不想放过的肥肉。他的眼中迸射出愤怒的光，你这个废物，都快死了还不老实。本来想放过你一马，但还是送你去见你全家比较好。我强忍住心中的钝痛，所以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连杀母仇人的女儿都被你迷得团团转。这是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。曾经苏清婉在没有遇到顾真时，对我也算贴心专情，也是因为那些青梅竹马的情谊，她对我曾经的好让我迟迟脱不了身。你怎么知道她母亲是死于我手？哼哼，那个女人死也不肯和继父离婚，还扬言除非死不会离婚，那我和母亲就送她离开。哈哈哈，也是。苏氏企业原来是苏清婉母亲一手扶持起来的，苏父算上来还是倒插门，但是他生意做大了，就开始想着出轨了。苏清婉的母亲早就替他准备好一切，很早之前就逼着苏父将遗产公证，一切的财产都只留给他，不然我们怎么鸠占鹊巢呢？至于苏清婉为什么会爱我吗？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了，就让你永远抱着疑问去死吧。他拍了拍手，没一会，门口就闪进来一个人，还将门死死地反锁住。如今是深夜，再加上我住的是 VIP 病房，隔音很好，这个时候就算我喊叫也没有意义，更何况暗铃也早就被他破坏，我已经无计可施。男人走了过来，我眼中如果可以喷火，那么现在就可以将他活活烧死。就是他杀了我父母和弟弟，我恨不得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你听见了吗？苏清婉，他可是你的杀母仇人呢。苏清婉从房间的帘子后走了出来，顾真的脸一瞬间毫无血色，嘴唇颤抖。你怎么在这？妹妹，你不是去出差了吗？是啊，若非他出差，顾真又怎么会出手呢？而天黑，房间光线弱，白色的帘子后站着一个人，也没人发觉。顾真，你安心的走吧，不是我，是我生父他逼我的，都是他。你知道的，他是个杀人犯，为了钱，他逼着我和母亲嫁入你们家，都是他。顾真神色激动地将他的生父推在自己的面前，而他的生父脸色震惊，眼神愤怒，转过身就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。你这个狗东西，和你妈一样无情，要不是你苦苦哀求我，
我会替你杀人。没想到还能看到他们狗咬狗的画面，实在是痛快。最后，警察包围病房，将顾真和手持利刃的苏父带走了。在我死之前，他们被判处死刑，没有死缓。顾真几次上诉均被驳回，而他的亲生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被送去了精神病院后，没多久就跳楼自杀了，强撑着病体。我总算是看到了他们死在了我前头。而从那天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苏清婉。我拒绝见他，又给我的好兄弟留了一封信，表示我将带着糖豆离开这个伤心之地，出国了，只怕此生不会再见。希望他可以保重，一生幸福。在我心里，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只是不想让他知道我的死讯，太过伤心罢了。我死的那天，太阳很暖，风很温柔，眼前逐渐出现的是父母弟弟牵着糖豆前来接我了。我开开心心就跟着他们离开了。这是梦吗？爸爸妈妈、弟弟还有糖豆，我兴奋地抱着所有人。爸妈怜爱地摸了摸我的额头，语气无比心疼。安安，你受苦了。我含着泪连连摇头，不苦，还能再见你们，我不苦。我低下头，看见病房里苏清婉跪在我的尸体前，哭喊着我的名字，声音凄厉，令人不忍。你想回去吗？若是你想，可以让你回去。爸爸叹了口气，儿子，其实我们都是一本书里的角色，安安你也是，本该是苏清婉的良配，是她的救赎。只可惜顾真是个穿书人，他夺走了你的气运，让苏清婉爱上了他。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他，所以如果你还喜欢他，那你可以选择等他一起走。我笑了笑，一切都是天意。知道真相的我不会怪他，但是也无法原谅他。我对他的爱早就在那精神病院里的3年消磨殆尽。对我来说，离开他是解脱，我再也不要回去。妈妈拉住我的手，好，那不回去，裴安，我们走吧。一家人还待在一起，去哪？我好奇地问他。妈妈笑着，去下一本书里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对了，还有糖豆哦。糖豆冲着我兴奋地摇摇尾巴。我们裹挟在温暖的白光里越走越远。我想下一世我会遇到我爱的，也爱我的，白头到老，幸福一生。裴安死之前没有再见苏清婉一面，无论他怎么哀求，下雨天跪在他的窗下，声嘶力竭地道歉，他没有松口过。裴安死了，那个陪在他身边和他说没关系，你还有我的裴安死了，那个会在他哭的时候紧紧抱住他轻声安慰的裴安死了，那个看着他流露出不安神色的裴安死了，那个神色绝望的裴安死了，那个最爱的裴安死了。苏清婉觉得自己灵魂的一部分被抽走了，也成为了行尸走肉。他一心求死，不吃饭，整日的喝酒买醉，也得了胃癌。知道自己是胃癌晚期的时候，他居然有一丝快意，自己也可以体验裴安死之前的痛苦了。到最后，裴安吃止疼药，怎么样都止不住头疼。听见他强撑着，却还是忍不住闷哼出声，他心都快碎了。真正疼起来，他想真要命啊，像是有一把刀在他的胃里搅动，鲜血淋漓的。不过他知道自己活该，在他死后，他才知道裴安那3年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为什么自己没有去看他呢？而那些欺负他的人，原来都是顾真授意，真是离奇呀！一看见顾真，他的心就不受控，甚至行为语言都是一样，每一次都是刺向裴安的利刃。他不敢想，一个全身心爱着自己的他是怎么样收回那双满眼都是自己的眼，变得惧怕、冷漠和憎恨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裴安的一切，哪怕是一句咒骂都动听起来。后来他终于要死了，
灵魂漂浮在半空中。他想，终于可以去找裴安了，却被告知了一切。原来她是一本救赎文里的女主，而男主就是被穿书人顾真夺了气运的裴安。他走了，找不到了，没有一丝留念地离开了。后来系统问他要离开吗？灵魂投进下一本书里，那我会忘记裴安吗？系统机械的声音传来。是的，他苦笑了一声，摇了摇头。就让我的灵魂停在这个时空吧，永远的。知道裴安一切都好的他选择了魂飞魄散。他没有来生，却甘之如饴。在他的梦里，回到了那个仲夏夜，满脸通红的少年眼中凄凄爱爱地看着自己，小心翼翼地说：苏清婉，我爱你，一生一世，少一分一秒都不算一辈子。他笑着抱住裴安，好，一辈子，只可惜他的一辈子太短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